欢迎回到末世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今天开场我要先说一个小故事。这几天老查在网上搜索材料的时候呢，发现一个帖子，叫做香港有多个团队呼吁中国新建的航母命名为香港舰，时间呢是2026年的4月份。这就有意思了，香港团体呼吁祖国新航母命名，这对北京来说是一个非常向好的情景啊。但是让我们来看看大陆网友是怎么评论的，说香港对国内的贡献基本为零，还敢要求命名，说香港只是一个城市，怎么可能跟省级齐名？又说香港人对内地人很不友善，也敢要求命名航母。确实，这是一个插曲，也是一个佐证。佐证了什么呢？大家会有自己的判断。但是跟了老查香港节目到今天这集的朋友应该了解到，从1949年开始，香港对中国大陆都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这般的爱国热情还被人唾弃如此，实在令人唏嘘。那么上一集我们走完一条时间轴从1997年到2024年，27年里6次系统报警，把北京的红线一格一格往前推。上一集我们留下了一个比喻，说一国两制呢像一次政治意义上的器官移植，而北京的政治系统呢对这块被植入的和自己代码不一样的香港启动了免疫的排异反应。排异不是因为恶意，排异呢是任何一个生命体维持自身完整性的一个基本机制。那么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把这个比喻从一个比喻变成一个具体的可以观察的可以验证的结构性的诊断。这次政治移植为什么会排异，而两条基因具体在哪些地方不兼容，不兼容反应一旦完成之后，这个被植入的器官会变成什么样子？再往前看，这座城市的下一层会被推到哪里呢？我们会从一个非常普通的香港的早晨开始。但在那之前呢，我们必须先把一件最底层的事拆开，就是这台机器，也就是北京的统治系统它的核心代码到底写了什么？来，让我们进内容。什么叫基因？什么叫核心代码？老查呢这里要先说一句任何一个长期运行的政治系统，无论它是民主的、专制的、君主的、共和的，都有几条它不可让步的主程序。这些主程序呢不一定写在宪法里，它们写在这个系统的底层逻辑里。你动其他的它都可以谈判，你动这几条它就会启动免疫反应。美国系统的核心代码，比如说私有财产神圣，你可以谈税率，但你不能谈取消。言论自由，你可以谈具体的边界，但不能谈国家审查。州权与联邦权的平衡，这是从1787年开始就画好的，不能轻易动的边界。你动这几条，美国的系统就会启动免疫反应。表现形式可能是最高法院的裁决，可能是国会的反弹，也可能是州长的公开抗命，这就是它的基因。那么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系统，它的核心代码是哪几条呢？老查在这里给出3条，这3条不是老查的发明，这3条呢是从1949年到今天整套政治系统的实际行为里，大家能反复观察到的3条不可让步的主程序。第一条程序，意识形态的唯一性，就是在这套系统的疆域之内，关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真的，谁有权决定这些，只能有一套官方答案。可以有补充版本，比如不同时期的理论发展，可以有渐进的调整，比如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代，但是不能有个并行版本。也就是说，同一个国家境内不能存在2套相互独立的、官方认可的、都有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体系。那为什么呢？因为意识形态在这套系统里，它承担的不是一种世界观的角色，它是一个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你如果允许多套合法性来源，这套系统的中央权威就立刻被稀释了。这可不是逻辑推理这是这套系统从1921年成立、1949年掌权一路走到今天，反复用血和教训学到的，这是它的核心生存机制。所以大家看老共为什么对宗教的态度是管理，不是放任？为什么对 NGO 的态度是备案制，不是自由结社？为什么对公知的态度从2010年代之后明显收紧？这都不是具体的决策，这是主程序在默默运行。而第2条主程序叫做最终权威统一性，就是这套系统的疆域之内，关于最后一句话谁说了算，只能有一个答案，它不能有双元最终权威，也不能有2个最高同时的存在。具体一点就是中央和地方有冲突，最终要听中央的；党和政府有冲突，最终要听党的；立法和释法有冲突，最终要听人大的；国务院和政治局有冲突，最终要听政治局的；具体的法律条文和指导意见有冲突，通常要听后者。
法庭和上级机关有冲突，通常呢要听上级。这套机制从基层到中央是一套权威漏斗，每一层都要向上汇聚，最后汇聚到一个点上。这个点上说出的话具有封顶效应，没有任何机构可以推翻它，没有任何司法程序可以挑战它。那为什么必须得这样呢？因为这套系统的稳定性依赖于每一次冲突最后都能被裁决。我们假想一下啊，如果有个双元最终权威，那这两个权威之间该怎么裁决呢？没法裁决，那就只剩两条路了，要么妥协，这就意味着两套权威各退一步，形成一个不稳定的均衡；那要么呢就决裂，这决裂就意味着系统的分裂。很显然，老共的这套系统里啊，不接受任何一条，所以它必须只有一个最终权威。那么第三条组成序叫做信息的边界统一性，就是这套系统疆域之内啊，对什么信息能流入，什么信息能流出，什么信息能在内部流通，必须有一套统一的管理，不能有信息特区，不能有绕开主管理体系的独立信息进出端口。这条主程序的物理体现叫防火长城，所有人都知道这堵墙的存在，但是这堵墙存在的动机往往被简化理解为防止外部的颠覆。其实啊，它更深的动机是，当你有14亿人使用同一套语言，生活在同一片大陆，承担同一套意识形态，面对同一个最终权威时候，你不能允许这14亿人当中的有一群，比如说某1400万人，拥有完全不一样的独立的信息环境。为什么呀？因为信息环境决定了认知，认知决定了动机，你的动机又决定了行为。14亿人当中，如果有1400万人长期处于完全不同的信息环境里，他们的动机系统会和大多数的中国人慢慢长成两个不同的物种，而两个不同物种的人本质上无法在同一套政治系统下长期稳定共处。这就是第三条主程序，信息边界的统一性。它不是安全的考量啊，它是一个物种维持的考量。好，三条主程序：意识形态唯一性、最终权威统一性、信息边界统一性，这就是当代北京统治系统的基因。当然啊，这个话题呢，我们在香港这个节目里呢就不再深入了啊。毕竟呢，我们的国民党的摸石过河系列里面呢还有更多的讨论。好，那么现在我们把一国两制的承诺拿出来，逐项对照一下啊。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和1990年的基本法给香港承诺了什么呢？承诺一，双立法，香港有自己的立法会，立香港自己的法律。基本法以外，北京的法律除了附件里列出的国防、外交等少数几条，不在香港适用。香港的劳动法、税法、社会保障法、商业法、刑法全部由香港自己立。承诺二叫双司法，香港有自己的法院体系，从裁判法院到终审法院，香港的终审法院呢是终审，不能上诉到北京。基本法里有人大释法的条款，但实践中应该是例外，而不是应该常态。承诺三呢是双货币，港币是港币，人民币是人民币，两种货币各自独立运行，香港的金管局自己管自己。承诺四，双海关，香港和内地之间是有海关的，人员、货物、资本通过的时候呢，要走单独的关口程序，香港不被纳入中国海关总署的统一管理。承诺五是双教育，香港的中小学教程由香港特区政府制定，大陆的统编教材不进入香港，大陆的思政课模式不在香港推行。承诺六是双媒体，香港的传媒受香港的法律约束，不受中宣部的约束，报纸、电视、广播网络按照香港的新闻自由标准运行。承诺七，双互联网，香港的互联网呢，目前还不在防火长城之内，香港人可以正常访问 Google、Facebook、Twitter 和 YouTube， 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网民没有区别。把这7条双系统清单和北京的3条主程序叠在一起，大家呢就会很轻松的看到一件事。第一条主程序意识形态唯一性和双教育双媒体是直接冲突的。你允许香港有不同的教育内容、不同的媒体环境，意味着香港境内会形成和大陆不一样的意识形态空间。2012年的反国教就是这条冲突第一次被点燃的瞬间。第二条主程序最终权威统一性和双立法和双司法又是直接冲突的。你允许香港的立法机构有真正的立法主权，意味着出现了一个最终权威在北京以外的合法立法点。你允许香港的终审法院有真正的终审权，意味着出现了一个最终权威在北京之外的合法司法点。2014年的全面管制白皮书它就是对这条冲突的重新声明。第三条主程序信息边界统一性和双媒体双互联网又是直接冲突的。你允许香港有不同的信息环境，意味着14亿人当中有700万人
长期处于完全不同的认知系统里。2019年，为什么北京最终决定要拔掉？一个核心动机就是这700万人里啊，已经形成了和大陆完全不同的政治认知了，而且这种认知啊，正在通过留学生、商人、文化产品等等回到大陆，信息边界必须要重新统一。所以这7项双系统的承诺和3条主程序啊，它不是有几个点冲突，它是每一条主程序都和至少2项的双承诺正面冲突。冲突点呢加在一起一共是6组。大家就算没学过系统学，你能想象一个这样的系统长期稳定的运行下去吗？答案是不能，它一定会向某个方向去演化。要么主程序为双承诺让路，但这违反主程序的不可让步性，所以不会发生；要么双承诺为主程序让路，这就是1997年到2024年这27年里我们看到的全过程。请大家这里要注意一件事啊，老查还要再强调一次，老查这一段说的基因排异不是说北京坏，也不是说香港人坏，这是一句中性的结构性的判断。2套基因，也就是意识形态唯一 vs 双教育双媒体，最终权威统一 vs 双立法双司法，信息边际统一 vs 双互联网，同一台机器里必然会冲突的。冲突的解决方式必然要倾向于主程序保留，而副的承诺要消解掉。因为主程序是不可让步的，副承诺呢是可以再解释的。这就是为什么2003年23条自行立法走不通，为什么2014年真普选必然被框架化，为什么2019年反修例运动最终招来了2020年的国安法，为什么2024年的23条必然会被补上。这些不是一系列的偶然，这是一组结构性的必然的可推演的基因排异反应。老三在这里呢也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澄清啊，有些观众听到这里可能会想，那一国两制从一开始就是谎言啊，邓小平那一辈人就是在骗香港人嘛，并不是啊。邓小平同志那一辈人在1980年代提出一国两制的时候，他是真的相信这套设计可以走50年，他们不是在骗。他们当时的判断是50年里大陆会大幅改革开放，50年之后大陆和香港的差距会显著缩小，到那时候两制自然过渡为一制，矛盾呢就化解了。这是当时1984年的判断，但是这个判断错估了一件事，他错估的不是大陆会不会变，大陆确实在变，而且呢在经济体量上变得越变越好，错估的是香港人他会不会变。2010年代的香港人比邓小平同志那一辈的预想更不愿意变，原因呢我们第2集已经讲过了，156年的塑造一夜之间它不会消失，所以不是邓小平在编，是邓小平同志的判断撞上了基因控制，基因比判断更顽固。这就是为什么基因排异这4个字比任何什么被毁约、被打压、被收回都更准确。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移植从1984年签字开始，它其实就已经内置了基因冲突。这个冲突的演化不是某个人的过错，而是一个结构在运行。那么讲完了基因，讲完了2套代码为什么不兼容，我们现在就要看一看排异反应进行了5年、10年之后，这个被植入的器官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这里就不是什么抽象的描述了，是一个很具体的描述。我们就要来看一看一个普通的香港的早晨，一个普通的香港家庭他们的一天。2026年香港天水围，一个住在公屋的小学6年级学生，我们呢就叫他阿明，12岁。他出生在2014年，也就是雨伞运动那一年。阿明对这场运动没有任何记忆，因为那一年他还是个婴儿。等到他懂事的时候，也就是2019年，他至少要5岁了。那一年的夏天呢，他有印象，但只是模糊的画面。妈妈不让我出门，电视上呢一直有着戴着口罩的哥哥姐姐在街上跑。爸爸呢有一段时间晚上没有回家。除此之外，在他那个幼小的记忆里就没有别的了。等到阿明真正懂事的认知这个世界是2021年之后。2021年已经是国安法之后的香港了。早上7点半，阿明背着书包走进学校门口，门口的电子屏正在播放一段画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教学楼前缓缓升起，背景音乐是《义勇军进行曲》。所有进入校门的学生必须停下脚步，面向国旗立正唱国歌。这是2021年9月之后香港所有公立中小学每周一早上的标准开场。这不是建议，这是个义务。为什么？因为2020年通过的国歌条例明确规定了奏唱国歌时必须肃立。2021年配套的国民教育推广指引明确要求每周一要升国旗。2024年新修订的学校行政手册把是否按规定升旗列为校长的考核项目之一。
阿明呢走进教室，他的书包里啊有一本2021年9月之后才出现的一个新课本，叫做《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老财在这里啊稍微停一下，讲一讲这本课本啊和它的前身之间的差距。它的前身叫做通识教育科，是2009年曾荫权政府推出的一门必修课。这门课的设计目标呢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判断能力。教学方式啊是开放讨论、独立专题研究和多角度分析。教材呢不由教育局统一审定，是由老师和学校自由选用。这门课从2009年到2020年培养了一整代香港的中学生，这一代人后来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里上街，在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里组织，使用的正是这门课教给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林郑月娥在2020年的施政报告里啊，明确就说过，通识科已经异化为了反政府教育了。2021年9月，通识科被重整，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新课程保留了宪法和基本法、国家安全、国家认同等单元，删除了独立专题研究、批判性讨论环节，增加了内地考察每年1次，必须得参加。教材是由教育局统一审定，全港统一版本。请大家注意这个变化，一门课从教孩子怎么想变成了告诉孩子你应该想什么，这不是一个小变化，这是一次彻底的教育系统的重写。我们回到阿明啊，阿明翻开新课本第3章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里面有一段关于颜色革命的警示，配图是2019年香港街头的黑衣人，黑底白字的注脚是被国外势力煽动的年轻人，他们的行为对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老大，我讲到这里也要补一句啊，2019年那场运动里面那些黑衣人和阿明同班同学的哥哥姐姐可能就是同一批人，也就是说新的课本里正在告诉一个12岁的孩子，你的哥哥姐姐5年前在街头做的事是错的，你们应该警惕这种行为，你们应该和这种行为划清界限。这是一种非常深的家庭内部的记忆切割啊，切的方法呢也很巧妙，他不去否认那件事发生过，他给那件事重新定性，然后呢让下一代的孩子用新的定性去理解他们的父母兄姐曾经的选择。这就是基因排异啊在教育层面的具体体现，它不是删除记忆，它是重写记忆。下午4点半，阿明放学，他和同学一起走出校门，挤进巴士，巴士车身上印着一幅大型的广告，国家安全由我做起，下面呢是一行小字，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一位香港居民的法定义务。巴士开过铜锣湾，阿明啊从车上看出去， SOGO 百货前的电子大屏正在循环播放一段宣传视频，画面呢是升起的5星红旗、长城、神舟飞船、维港的夜景，旁边是普通话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巴士驶进地铁站，入闸口的灯箱挂着一幅爱国者治港，香港更美好的海报，画面上是行政长官、政务司司长、立法会主席的合影。阿明转地铁到深水坡，经过一家书店，他从小就很喜欢去翻翻图画书里的那家，但是在2022年之后，他注意到书架上少了很多书，黄之锋写的那本《我不是英雄》没了，陈日君主教讲过的几本宗教书也没了，刘晓波的纪念集也没了，甚至连一些原本只是讲香港历史的本土学者的著作也都不见了，代替他们的是一整排国情教育系列，封面色调是大红金黄，内容主题呢长征、抗战、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成就，旁边一架是新的爱国主义少儿读物，我们的国旗、我爱你中国、长城的故事。阿明回到家，妈妈已经下班了，在做晚饭。阿明的妈妈35岁，一个普通的中学英文老师。她呢是1991年出生的，1997年回归那一年她是6岁。她是被旧版通识科培养起来的最后一代香港老师，但是从2024年开始，她每一个学期都要参加一次爱国教师培训，培训的内容是包括宪法、基本法、国安法、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课程标准，以及如何识别学生的不当言论。他已经很久没有在课堂上讨论过什么6·4文革、香港本土历史了，不是因为有人禁止他讲，而是因为他不知道他哪一句话会被哪一个学生录音举报传到教育局里。自我审查这个词已经从一个学术概念变成了他的日常状态。而阿明的爸爸38岁，一个在中环上班的会计师。他2014年雨伞运动那一年27岁，他在金钟连续坐了4个晚上。他还记得香港警察的催泪弹，他还记得海阔天空在街头被反复播放，
他还记得彼时的希望和后来的失败感，但这些事呢，他不会跟阿明讲的。家里的相册已经把2014年到2019年那一段呢给隐藏起来了，他不是删除，他是不主动的展示。以后阿明大了，他想知道我再说。这是一代香港父母一种隐忍的策略。晚上8点，一家3口人呢坐下来吃饭了，打开电视 TVB 新闻频道里，主播正在报道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系列活动。画面里，香港特首、政务司司长、各局局长依次站在国旗下发言。报道的措辞和大陆的央视新闻已经听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了。中央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比特区政府还要高。国家这个词基本取代了香港在所有的正式语境里的位置，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9年之前，这种节目呢在 TVB 的黄金档是不存在的。2026年，它已经是周2、周4晚上的常规栏目了。吃完饭，阿明的爸爸打开手机，他还可以正常的刷 Twitter、看 YouTube、用 Google。香港的互联网目前呢还没有被防火长城呢所覆盖，这是一国两制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还在物理层面成立的双系统的部分。当在 YouTube 上刷到有人在讨论香港问题的时候，他很想点进去看看，但不禁呢又担心些什么，于是这个影片的播放量又少了一个。但是在2025年起 VPN 相关的几条新法规已经开始在立法会进行讨论了。阿明的爸爸心里有一种隐隐的判断，这一道可能也许会有那么一天迟早会到来。他不说出来，他也说不出来，他知道说出来呢也没用。老三在这里呢要做个停顿。刚才这一天，这个家庭，这个画面是2026年香港一个非常普通的周一。表面上日子还在过，小学还在上，地铁还在跑，中环的写字楼还在加班，铜锣湾的茶餐厅还在卖着丝袜奶茶，赤柱的海风还像30年前一样吹过来吹过去。街上你听到的语言大部分呢还是粤语，菜市场的小贩还在用港币找零，便利店里还能买到苹果日报创刊时同款那种七仔牌的咖啡。你站在2026年这座城市里感觉不到一丝剧烈的变化，因为它没有剧烈的变化，变化是慢的、细的、无声的，一层一层叠起来的。但是把今天阿明这一天里所有的变化点叠加在一起，大家就会看到了，教材换了，口号换了，新闻的措辞换了，教师培训换了，公务员宣誓换了，图书馆的藏书筛选过了，学生组织解散了，媒体剩下的不到原来的1/3，艺人离开的离开，转型的转型，被消失的被消失，法庭的判决的语气变了，警察的执法风格变了，区议会的组成变了，大学校长的人选变了，香港电台的节目单也变了，入境处的出境政策也变得更加复杂。我们甚至可以说夜里的中环还是那么干净，但是2014年那一代年轻人，那种凌晨3点还在街上走，心里还有一种这是我的城市的归属感，那种东西你已经感受不到了。它不是物理上的消失，它是那种气质消散掉了。这些变单独看每一项都不剧烈，但是叠在一起大家会发现那个曾经的香港已经不存在了，取代它的是一个名字还叫香港，但内核已经被持续重写的新香港。这就是基因排异的长期形态。排异不会一夜完成的，排异会以每一天一点点的方式把异物慢慢的溶解，最后它不是被切除，它是被同化。我们今天讲的这10几分钟的阿明的一天就是为了告诉大家一件事，基因排异这4个字它不是抽象的，它就在阿明每天进校门口看到国旗里，它就在他妈妈不再讲的那些故事里，它就在他爸爸藏起的那本相册里，它就在地铁海报、电视节目、新闻措辞、街头标语这些每天都看得见的细节里。这就是一国两制的基因被另一套基因逐字替换的具体过程。好，各位中场休息一下。我知道今天的内容可能有很强的代入感，无论你是不是自由派的人士，你都无法拒绝这种变迁带来的震撼。是的，一切呢都可以改变，而且呢它通常还不按照你的意志。在下半段节目里我们就会用动机系统论来扫描和预判香港这个城市未来的前路会走向何方。我是老查，这里是墨水过河，让我们下半段节目再见。